徐半夏还在开战，赵丽颖又吃瓜，新戏要帮杨紫。要问目前哪部影视剧最出名，赵丽颖、欧豪主演的《微风吹半夏》当属榜首。自前几天播出以来，口头交流和突出度是直接相对的，8.4的分数已经到了大线。赵丽颖在剧中饰演徐半夏的表现尤为出色，感觉她的演技又上了一个台阶，更发达也更稳了。对于赵丽颖这样的巨星来说，保瓜保饼是典型，并不是说徐半夏还在剧中努力。现在关于她的新戏的报道很严重，所以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应该去。这个新节目是我和我的命运。从名字中，我现在已经能感受到故事的深奥了。是的，新剧的剧情可不小啊。改编自当红散文家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是他今年刚刚发表的一部论述性作品。我承认很多人都主动感受过梁晓声先生作品的力量，家喻户晓的人间的某个契机先于他的作品而来。感人的故事，真实鲜明的人物形象，演绎派主要艺人的默契，化作了一件艺术品。有了梁晓声先生在抽象世界的影响力，结合以往作品的进步，大家对新剧《我和我的缘分》更加信任。新剧《我和我的命运》的故事还没有权威大纲，但这样的学术作品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第一个故事的灵魂会在那里，灾难性的我仍然是主人公。看过第一部作品的小伙伴应该知道，这个女主是那么亲民亲人，很有故事感。目前新剧的花絮编排正处于在线传输阶段，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设置，确实会为年轻人群注入活力，因为新剧将由赵丽颖和杨紫主演。从当年的流量小花到现在的好管闲事，现在的赵丽颖觉得自己去接几个难看的角色特别有道理，比如万人称心中的和幸福风吹半夏徐半夏，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人。第一本书《我和我的宿命》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女号。由于男性控制的社会，她被绳手抛弃，无意中进入了一个书香门第。无论如何，这并非一帆风顺。她从大学毕业并在深圳安顿下来，收获爱情。不知道为什么，我至今对赵丽颖变体的我印象深刻。网络上盛传主播杨紫是青春圈第一，是顶级艺人。特别是最近，她一直在符号戏剧化中运用她的团结精神，无处不在和流量，真是幸运。尽管她的金牛犊题材作品让她精彩纷呈，但很多人确实相信她可以改变自己的风格。总而言之，小雪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演技派。如果杨紫真的出演新剧《我和我的缘分》，真的会改变很多人对她的看法。总而言之，杨紫顶着童星的光环，在演技上还是个大人物。显然，资产大家一直都在期待她的下一部作品，一部让大家觉得惊艳的作品，说不定这次的新作就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呢。杨紫会在剧中扮演什么角色，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这样的帮凶组合，想必大家还是有理由付出一点点坚持的。扎实的剧情故事与小精灵的设置相得益彰，还有一部值得一看的好剧。安静的网友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满足了？每个人都在等待谁将回来撰写内容和故事。教育家梁晓声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创作了最后一部《人间》，我想相信他这次同样可以投入一些精力。还是那句话，谁忍心让自己的现实任由自己的孩子被屠杀呢？据了解，新节目《我和我的命运》预计将在1年后播出，相信新剧会第一时间得到权威报道，让大家的饥饿感不再被填满。02杨幂、赵丽颖、刘诗诗、杨紫晶，一大群综艺要传达2023年谁将获得最知名的现金。2022年，独特的合奏表演，比如《梦华录》《星汉锦绣》《苍兰诀》《唐传奇》与《沉香片》《清朝日日》等，都将在重要舞台上大放异彩。表演17表演明显升温。据统计，到2023年将有50或60部服装戏剧表演，重要的舞台将开始激烈的合奏表演争夺战。近日，杨幂、龚俊主演的《狐狸精小中介》月红，赵丽颖、林更新主演的《千凤行》等节目均有权威传出杀青，演出热潮值得期待。
近日，赵丽颖、林更新主演的《千凤行杀青》。该剧改编自九路飞翔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地球上最后一位明神与带着一颗明珠降世的碧苍君之间的浪漫故事。该剧自上映以来受到广泛关注，无论是从该剧的 IP， 还是主要艺人的设计，还是后来《楚乔传》的2位主播，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让这部剧在2023年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决定。年度最受期待的服装戏剧之一，由杨幂、龚俊主演，郭晓婷、魏哲鸣、胡连新、文峥嵘主演的古装奇幻合奏《狐妖小圆》编曲岳红近日权威传出杀青的开放性。2020年6月，国漫狐狸精小关系编曲传闻将改编成出奇写实的剧集，分2部独立剧集岳红篇和王权篇推出，每集讲述一个交替的故事，展现了人与魔之间近在咫尺的圈套。岳红部狐妖小围棋讲述了涂山湖派的模范头目涂山红红杨幂氏与东方家族的亲戚东方月月龚俊氏之间的故事，有点点滴滴经历过激情澎湃的感情。为了守护心爱之人，维持2个种族的安宁，2个心爱的人历经千辛万苦。由国漫顶级 IP 改编而来的狐狸精小关系编曲岳红段，以其精彩的故事和扎实的创作团队备受关注。慢的刘诗诗与刘宇宁的精彩合奏剧《一念关山》正在热拍中，也是2023年的一部成名剧集。沿着作为一部内容独特的剧集，《一念关山》不同于目前热捧的同类变形剧集，世界观、人物和情节。9月25日，梦幻节目《长情》开播，冠军杨紫在微博上送出2人横幅，其中一位是她饰演的高新城主姬逍遥，另一位是逍遥的化身清水镇小紫文小六。长情改编自桐华的同名小说，由杨紫、张婉怡等主演，讲述了远古时代人、神、魔各居、神农、轩辕、高信3界并立的故事。一直流浪荒野的高辛主宰姬九瑶逍遥氏，经历了100年的煎熬，失去了人格，也失去了容貌。他在清水镇安家落户，成为无处可去、无人可依、无力自保的温小六。逍遥的表弟轩辕君轩轩四处漂洋过海，来到清水镇追查逍遥。清水镇的日子平淡而温馨，温小流机缘巧合救下了苦命的青丘之子涂山烬，2人的爱意渐进，不断充斥着感情。温小六和9头妖香柳对彼此没有丝毫的概念，心怀怜悯，成为了战友。最终为凝聚天下，轩轩交出了自己的事以保高位，香柳手艺拼死一搏，逍遥助轩轩完成了非凡的理智，与涂山烬超然生活。此外，由白敬亭、易旋律主演的合唱节目《长风渡》已于11月权威收官。《长风渡》改编自莫书白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扬州市花花公子顾九思、白敬亭氏与物资商小姑娘柳玉如曲一事无意中结婚的故事。他们互相支持，成为一体。先婚后爱的叙事。漫漫风口是一部集感情、家庭、民族于一体的穿搭养成爱情剧，战争。以顾九思和刘雨茹作为对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春情侣的崇拜主线，讲述围绕着他们的2对青春情侣的故事和他们的环境因素，深情不懈离别，众多人物的人生传奇。一方面是整部剧感人至深，另一方面又承载着家国大义和时代悲欢离合。为了介绍这种光彩夺目的环保表面，该团队发挥了创造性并谨慎地对其进行了清洁。在追风者大结局中，可以单独看到丰富的场景介绍。马路上鞭炮喧嚣，更重要的是，冲突场面是作品的重要元素。该剧以浓墨重彩的笔触描绘了战争的真实与残酷。11月3日，网络节目《畅享节日快乐》发布了横幅，并报道了特色设置。该剧改编自火星书层风流，由景甜、冯绍峰主演。讲述了反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女性权威穆卓华和前线惨不忍睹的柳岩，以及背负着民族和社会蔑视的柳岩之间的故事。一家人彼此康复，相知相惜，手牵手征战天下，安国护国，终成一段时代新生。同样，2023年即将上映的知名剧集包括肖战和任敏主演的《玉骨遥》，徐凯和景甜主演的《乐游原》，以及张彬彬和徐璐主演的《乐音行》。
成毅、陈都灵主演的《荷花楼》，王鹤棣、陈钰琪主演的《浮屠缘》，陈晓、毛晓彤主演的《云翔传奇》，迪丽热巴、龚俊、罗云熙主演的《乐人生》，白鹿主演的《长月美》等。在近60场服装秀中，谁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03，刘亦菲和李现的《去微风处》开始引人猜测，估计2023年播出。前几天，刘亦菲和李现主演的电视剧《风起云涌》开始引发热议，预计2023年播出，共40集。这个节目同样是一个让人期待的系列。去微风处忙碌的生活让徐红豆难得遇到他最亲密的伙伴陈南星，而陈南星却在一个类似的城市真正屈服。他们像每一个奋战在一线城市的小伙子一样，不停地开车上下班，为晋升和加薪而努力。他们之前约好去云南游玩，但因事未能答应。突然，在一次实际考核中，陈南星被查出患有晚期胰腺疾病，不久陈南星就去世了。他最亲爱的同伴的突然去世，打破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信心。逐渐明白自己内心深处崩溃的许红豆明白，他期待重新审视如何生活，于是勇敢地放弃了晋升的机会，投降到云南一个不起眼的社区散心。就在许红豆精刚出现在简陋小区的时候，他的手机就被追逐小马的孩子谢志远给害了。因为生活的重担，他与姐弟谢芷瑶有了交集。在不起眼的社区民宿有小园的存在下，许红豆认识了一群新朋友，也更加熟悉了街坊们。在与大家相处的时间里，他看到了大家的账目，永远感受到了大家的激动。不起眼的社区中看似正常的生活，同样给了他对生活的回应。刘亦菲在演艺圈有长处，都是优秀的项目，有长处的魅力。当年的梦华录360加广告杀疯了秀圈。刘亦菲最难忘的本期节目，谁不期待？在为了家人和下一站是幸福的监制丁子光的配合下，刘亦菲上演了一场平静的生活养生秀。看到无数路人表示，刘亦菲演的戏不管多久都要看2遍。总之，这就是刘亦菲。这或许就是演艺圈顶级大众艺人的超强魅力吧。在冠军刘亦菲的眼中，2023年去微风处将火爆，各种艺人等着被神人淘汰。根据 PPT 揭露了去狂风点的特色设置。